剪映的识别字幕功能收费啦，耶！奶奶的！那么这期视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研究出的一个识别字幕的流程。但是在介绍之前呢，我想先帮剪映说几句好话。字幕识别开始收费之后，网上不乏有骂声，有不少人都在抱怨说，字幕识别这么基础的功能都要收费。但实际上，字幕识别这功能其实并不基础。语音识别功能研究这么多年，做得好的只有那么几家，甚至剪映开山把识别字幕做进剪辑软件里之后，我们才会看到不停的有带着字幕识别功能的剪辑软件出现。可见这个东西做起来其实是很难的。市面上其他的语音识别产品做得好的几乎都是收费的，包括讯飞听见、Arctime。免费的其他软件识别率基本处于不可用的程度，而剪映的语音识别准确率确实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，不然剪映开始收费的时候，大家都默默地转到其他软件去了，不会在网上一边骂一边到处去问其他替代软件了。那虽然我是帮剪映说了几句话，但理儿归理儿，事儿归事儿。像我的话 ，VIP 功能里能用得上的只有字幕识别。那为了这个充个 VIP 心里总觉得不是那么个事儿，所以我还是想研究研究怎么能不花钱上字幕，并且万一我找到一个效率更高、质量更好的方法，那岂不是更好？那么我现在在网上找到一些方案，大致有2个大类。第一个是用旧版的剪映，比如电脑上下载剪映专业版 5.9 版本，或者是国际版，或者手机上下载13版。第二个是去找其他软件来用，比如电脑上用 B 剪 PR， 但这个 PR 我试着用了，它的识别率跟剪映实在是比不了。那么我把我现在用的字幕识别方案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大家可以研究一下。在视频的最后，我会把剪映、B 剪 PR 和我用的方案做一个对比放出来，大家可以比较一下。首先需要几个工具，首先是搭载 Windows 11的电脑， Windows 10的由于我身边没有，如果大家身边有的话可以自行尝试一下。然后是几个软件，首先是剪映，是的，最终还是需要剪映，最新版的也行，即使字幕识别收费，但它的文稿匹配功能目前还是免费的。然后是 Word 或者是 WPS 文档，这里我示范用的是 Word。然后是一款视频剪辑软件叫 Clipchamp， 这个软件在 Windows 11里面是自带的软件，如果电脑里没有的话，可以从电脑里自带的 Microsoft Store 里下载免费的那个。最后准备一个 AI 大语言模型，比如百度的文心一言或者是国外的，待会儿我会说。ChatGPT 不行。首先我们用剪映正常剪片，剪好之后我们点击右上角的导出，把视频勾掉，点击音频导出勾选上，导出之后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MP3 文件，然后打开 Clipchamp。 注意这个软件打开的时候需要联网，并且服务器在国外，所以有时候打开的会非常慢。打开之后我们直接点击主页的创造一个新视频，把我们刚才导出的 MP3 音频导入进去，然后点击屏幕右边的字幕，点击转录媒体，这样就可以自动识别字幕了。而且 Clipchamp 的识别准确率非常高，比剪映还高，这是我没想到的。但是这个软件生成的字幕你也看到了，它的换行逻辑非常奇怪，它并不是一句话换一行，而是占满整个一行才会换一行，像是一种读书的逻辑，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，从没有见过有字幕是这么弄的，所以我们还要做下一步处理。Clipchamp 识别完字幕之后，会把识别好的字幕放在屏幕右边，我们直接选中所有的文字，复制，然后打开 Word 或 WPS 文档，把刚才复制好的粘贴进来。我们发现我们复制好的内容是带有时间的，我们需要把这些时间戳全部删掉。我们一个一个的删显然非常麻烦，我们点击屏幕上方的替换，打开了一个界面，在查找内容中输入我们想要修改的内容，再替换为输入我们想要修改成的内容。如果什么都不输入，就会呈现出删除的效果。我们点击下面的更多，再在下面点击特殊格式，在弹出的选项中有一个任意数字，点击它，我们会发现在查找内容中出现了一个我们看不懂的东西。看不懂没关系，我们只要明白，对于电脑来说，这个东西就是数字的意思，我们不用管。如果我们再替换为不输入任何东西，文章中的所有数字都会被删掉，但这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，毕竟我们的文章中难免会有数字，这样会把我们字幕中的数字一起删掉。我们观察一下我们粘贴出来的时间，这个时间的格式都是统一的，这对于我们来说方便太多了。我们只要在查找内容中输入数字、数字、冒号、数字、数字，这样就符合我们所有的时间的格式了。注意，这里的冒号得是半角字符，也就是英文输入法下的冒号。然后我们保证
在替换为这个框里不写任何东西，直接点击全部替换，这样所有的时间都被删掉了。然后现在这个文章是分段落的，而且有很多空行，我们要删掉所有的回车，让它变成一大段文字。我们还是要在替换窗口中做。我们在查找内容中输入方 P， 按下 Shift 加大键盘上的6会打出方这个符号，这个符号是平方次方的方，而 P 必须是小写字母。然后同样在替换为不输入任何内容，点击全部替换，这样所有的回车就都被删掉了。至此我们得到了一大段文章。然后我们打开我们找到的 AI 大语言模型，我先说怎么用，然后再告诉大家我测试过的一些 AI 的测试结果。AI 的好处就是可以做到语义理解，会比那些机械的文字处理程序更方便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让 AI 帮我们去处理我们的文章。我们先给 AI 一个指令，也就是 prompt，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，也可以研究一下适合自己的 prompt。我是这么写的，请将以下文章分行以适用于视频字幕，要求是每行字幕不超过16个字。当一句话需要分多行时，分行后不能使阅读起来突兀，尽量在气口时分行。当遇到逗号、句号和问号时，一定要分行。以下是文章内容，这么一段话打上去，然后把我们处理好的文字直接复制给 AI， 这样 AI 就可以自动帮我们分行。假设，我是说假设哈 ，AI 完美的帮我们分行之后，还有一些问题。分好行的文字如果还保留有标点符号，我们把 AI 返回的内容全部复制，回到 Word， 把文字粘贴进来，再打开替换，在查找内容中输入逗号，这时替换为就不能空着了。我们输入方 P， 然后点击全部替换，这时候所有逗号就会变成回车。然后我们在查找内容中输入句号，这样句号也被换成回车了。但这时文章中会出现空行的现象，我们可以把它们理解成2个回车。我们还是要在替换这个界面，在查找内容中输入2个方 P， 再替换为保持1个方 P， 这样所有的空行就全都消失了，而其他的换行都保持正常。这样我们的文字就处理完成了。看起来步骤很多，其实知道了原理之后做起来很快的。打开剪映，点击文稿匹配，把所有的文字都复制上去，点击开始匹配，然后我们就等字幕匹配完就好了。但我刚才为什么要说假如呢？因为我测试了很多 AI， 大部分都没有办法帮我们处理文字，因为他们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，他们不识数。在我测试大模型的过程中，他们的表现极其不稳定，所以大家可以拿我的测试做一个参考。在国产大模型中做的最好的是百度的文心一言 3.5， 昨天它还也不识数，因为我的要求里写了每一行不超过16个字，它经常超过，但基本也都在20个字左右，但这次它居然把每一句都控制在了16个字以内。质朴庆言昨天还不会汉行，直接把我的文章又重新复制了一遍，但今天居然学会了换行。虽然还是不识数，经常超过16个字，但最长没超过20个字也还好啊。360智脑的表现比质朴庆言还差点，讯飞星火的表现倒是前后一致，它是按照大段分的，一段老长了。同以千问是最幽默的，他给我写了篇文言文出来，是我知道你确实急于彰显出能力比别人强，但谁问你了？我让你写文言文了吗？而国外的大模型也是半斤八两， GPT 3.5 和谷歌 Gemini 也是不识数，字数都超了，但至少没有把一大段给我扔过来，也不写文言文。什么？你说为什么不用 GPT 4？一个月20美元，你直接买简易 VIP 不香吗？最后是全场 MVP Cloud 3.5，它在测试过程中稳定性最强，不仅大部分分行都很合适，而且它识数，每一行都严格控制在16个字以内，太令人感动了。目前是我测试过的 AI 中最好的。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几种字幕识别，我自己写了一些东西，看看在我不介入的情况下，剪映、必剪、PR 和我上面所用到的方案哪个准确率最高，由此可以看出哪个方案修改起来最方便。并且一项比其他软件识别字幕准确度测试。感情可以慢慢培养出来吗？我觉得有点难。我之前一直在用的鼠标坏了，左键双击，在网上一查，其他用这款鼠标的人都会坏，不是我的原因，而是这个型号注定会坏，只是有人早有人晚。于是我也不打算修了，重新买了一个新的，这个更便宜，但是传感器用的是最顶的，又灵又准，信号更好，延迟更低，重量很轻，甩起来很爽。到网上一查，没有一个人不夸的。
下单到手之后，手一握上去就感觉不对了。我心想应该是换了新鼠标，需要适应一段时间，习惯了就好了。但是用了半年多，越用越难受。新的鼠标参数特别漂亮，但总有一些事情我最终还是没能接受。首先，它太轻了。玩游戏倒是没什么问题，我买的时候也是想着，既然玩游戏都没问题，那平时的使用当然也是绰绰有余啊。结果呢，它特别挑鼠标垫，太滑了不行，太涩了不行，不同的鼠标垫带来的手感差距太大。平时找个文件，打开个网站，点下左键后，鼠标会滑一下，导致我每次打开个什么都要小心翼翼的。旧鼠标用的是干电池，一节电池可以重度使用将近1年。新鼠标是锂电池，还带灯，每个礼拜都要定期充电。要是晚上睡觉前充上电还好，要是用的过程中闪了红灯，晚上又忘了充电，第二天就只能带着线用了。无线鼠标长时间不动就会通过休眠来省电，旧鼠标一晃起来就能唤醒，而且唤醒时间很短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，我完全不用在意它是否休眠。新鼠标不行，休眠了怎么晃都晃不醒，我要看一下它灯是不是亮的，要是不亮，我需要点一下鼠标键才能叫醒它，存在感太强了。打败我的不是参数，而是这些使用上的细节。历经半年后，我又重拾起旧鼠标，一上手果然还是这个鼠标适合我，于是我上网查了修鼠标的教程，买了微动，把旧鼠标修好了，一直用到了现在。还有键盘，我以前有个键盘，它有一个音量滚轮，由于我平时会玩不同的游戏，看不同的视频，它们的音量都不统一，所以这个滚轮是我高频使用的东西。之后换了个键盘，这个键盘没有滚轮，有调节音量的快捷键，但是这两个键跨度太远了，而且快捷键注定没有滚轮方便，最终也没有用下去。之后系统更新了将鼠标放在音量图标上，直接滑动滚轮就能调节音量的特性，方便了很多，但图标太小，用鼠标瞄它也挺麻烦的。终于这个键盘终于坏了，有理由换个新键盘了。新键盘最重要的就是有个音量旋钮，到手之后果然不错，虽然感觉还是不如滚轮，但完全可以接受了。但是还有个问题，在无线模式下，键盘为了省电会进入休眠模式，跟鼠标一样。如果打字还好，就算休眠了，直接上手打就好，它可以在不丢字的情况下唤醒，所以也不用在意它是否休眠。但音量旋钮不一样，它不能唤醒键盘，甚至拧它是不算入休眠计时里的。也就是说，要是在调节音量的过程中键盘休眠了，它也会断掉。我问了一些带有旋钮的键盘的客服，大家都这样，所以就为了这个，最终还是把线插在电脑上，把它当有线键盘用了，有线模式不休眠。从最终的结果可以看到，在少了5句话的情况下，我所给出的方案准确率依旧是最高的。虽然步骤会多一些，但是准确率更高，需要修改的字幕会更少，最终的工作量反而是最少的。我回看了一下 Word 文档，我复制进剪映的文字里那几句话都是在的，就是在剪映识别的时候把这几句话弄没了。这小子玩阴的是吧？那么这就是我探索出的一条比较好用的上字幕的方法，大家要是有什么别的好的方法也可以讨论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